事件后临危受命，接受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用他的聪明才智率领美国海军打赢太平洋战争。在他逝世后，美国将航空母舰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就是美国海军5星上将切斯特·威廉·尼米兹。1885年2月24日，尼米兹出生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在尼米兹15岁时，认识了2个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军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尼米兹被他们身上的军人风度和卓尔不群的谈吐所吸引，产生了参军的念头。在他看来，参军不光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还可以接受免费的大学教育，便可以完成他对人生梦想和事业的追求。在1901年9月7日，尼米兹顺利进入海军学院就读。在做学员时，尼米兹就以太平洋为战场，日本海军也为对手进行兵器推演。尼米兹认为，虽然日本对美国造不成威胁，但日本海军建设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完全有资格成为他的对手。1905年1月30日，尼米兹毕业。在毕业的144人的成绩中，尼米兹是第7名。毕业后的尼米兹只是海军见习官，还要再上船服役2年，如果表现良好的话，才会被授予少尉军衔。2月23日，尼米兹服役于俄亥俄号战列舰，随俄亥俄号进行东巡航行动。尼米兹实习期间表现优异，得到了俄亥俄号舰长的赏识，于是他很快就通过了实习期。1906年9月，尼米兹转到巴尔的摩巡洋舰服役，于1907年晋升为海军少尉。1907年1月27日，尼米兹成为帕奈号的指挥官，这也是尼米兹第1艘指挥的舰船。此时的尼米兹才22岁，比后来同样担任海军要职的威廉·哈尔西、恩斯特·金恩等指挥舰船的年纪都要年轻。但是尼米兹毕竟是第1次指挥舰船，不可能不出问题的。在尼米兹奉命进入菲律宾的巴达燕区的海湾时，就出了问题。由于尼米兹判读潮汐差河的位置错误，导致帕奈号搁浅。但尼米兹并没有因此灰心，他想到了祖父和他讲的不要为你无力改变的事情担心，然后尼米兹就直接在甲板上睡了。后来因为涨潮，帕奈号也成功脱困了。1909年1月，尼米兹转到潜艇部队服役，成为潜水者号的舰长。1911年10月10日，尼米兹直接跳过中尉，被晋升为上尉军衔，同时还被任命为独角鲸号的指挥官。在此后，尼米兹开始研究潜艇动力设计，将美军潜艇中容易出事的汽油发动机换成了安全性能好的柴油发动机。后来的1991年11月，尼米兹作为潜艇动力专家，奉命去到波士顿海军工厂协助装修飞鱼号潜艇，同时还被任命为飞鱼号潜艇的舰长。就是在波士顿的这段时间，尼米兹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凯撒琳·弗里曼。1913年，尼米兹与凯撒琳·弗里曼结婚。同年，美国军方派尼米兹去德国学习柴油发动机技术。尼米兹在学习结束后回国，为美国海军舰艇的改革做出重大贡献。在这之后，尼米兹在发动机方面名声大振。曾经有公司以高额薪水为诱惑，让尼米兹离开美国海军，但被尼米兹拒绝，理由是不想离开海军。1916年，尼米兹晋升为少校。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尼米兹成为大西洋潜艇部队总司令的参谋。1918年2月升为参谋长。在这段时间，尼米兹更加深入地学习了各国的潜艇技术和反潜技术，这对尼米兹日后打败日本海军起了很大作用。在同年，尼米兹晋升为海军中校。1926年，尼米兹担任加州大学组建的一个预备役军营训练小队的教官。1928年晋升为海军上校。1929年，尼米兹担任第20潜艇分队的指挥官。1938年6月，尼米兹升为海军少将。1939年8月，尼米兹就任航海署署长。1940年4月，时任美国舰队总司令的詹姆斯·瑞查生因为不认同罗斯福总统将舰队移防到夏威夷的命令，被罗斯福撤职。在寻找继任者时也问过尼米兹，但尼米兹以资历不够拒绝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在珍珠港事件后，时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哈斯本·金梅尔被撤职。罗斯福再次找到尼米兹，尼米兹这次没推脱，直接就去了夏威夷。
等尼米兹到了之后，发现现场情况比他想象中还要差，但尼米兹还是扛下了这个重担。为了重振军心，尼米兹亲自指挥了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一方面是重振太平洋舰队的军心，另一方面也就是告诉日本，你能来轰炸珍珠港，我的飞机也可以直接轰炸你的本土，你们给我小心点。于是在1942年4月18日，16架 B-26 轰炸机载满导弹出发轰炸日本。虽然没有对日本本土造成很大的伤害，但重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后来的珊瑚岛海战，虽然美国的损失看着比日本大，但日本重要的航母受损，使得后面的中途岛只有4艘航空母舰行动。1942年6月4日，美日中途岛海战。在此前，尼米兹通过大量的情报分析，中途岛将作为日本下一个作战目标，便早早地将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从南太平洋派往中途岛。还有受伤的约克城号在尼米兹的要求下也紧急前往中途岛。后面的我们都知道了，日军派往进攻中途岛的4艘航空母舰全毁，损失300多架飞机和优秀的飞行员，而美军只损失了1艘约克城号和少量的飞机飞行员。中途岛战役不光报了美军在珍珠港的仇，还成为了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后来的瓜达卡纳尔战役的胜利，也让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由防御转为进攻。在之后的尼米兹多次指挥的战役均取得胜利。1944年12月，尼米兹晋升为海军5星上将。1945年11月20日，尼米兹担任海军作战部部长。在担任部长期间，还在审理前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斯中提供了证词，使得邓尼斯的罪名成立。此后，还为美国海军和核武器的经费争夺中做出贡献。1947年，尼米兹卸任海军作战部长。虽然5星上将的军衔让他永不退休，但他还是离开了海军，只是在海军中挂了个海军特别助理的虚衔。这一段大家是不是感觉很熟悉？海贼王中的战国和卡普也是在海军中挂了个虚衔。1966年2月20日，尼米兹逝世，享年80岁。美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朝他生前遗愿葬在了加利福尼亚州布鲁诺的金山国家公墓。后来为了纪念尼米兹，美国将70年代研发的1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命名为尼米兹级。这位传奇将领虽然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但他用他的信念和力量让自己走上了自己最想走的道路。在担任美国海军重要职位时，他还多次向上层强调海军的重要性，使得美国海军不断壮大。也是在美国海军危难时肩负起了他的任务，策划轰炸日本本土和中途岛的胜利，也打击了当时日本的嚣张气焰。在后面的战争中，也为盟军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那么，大家对尼米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